拜一一大早的时候，我就开车到那个旧金山机场附近上班。雨下得很大，突然前面一部车紧急刹车，后面那部车刹不住，他就撞上我整个往前撞了3部车，总共我们5部车撞在一起，我是 impact 最大的。我后来有机会我就打电话给 Eric， 他就是好像事不关己的事情，结果他后来居然又讲了一句话，真的是吓到我了。恍然大悟，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印证实现了。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属灵的伴侣一辈子陪你，然后去走过这些人生的高高低低，我觉得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你求了什么印证呢？我那时候想好久，那个时间点其实刚好就是 Eric 他不是想换个 field 嘛，如果他真的可以顺利找到的话，然后其实我信心也很小啊，所以我就跟神讲说，因为我在这公司已经做了2年多了，然后我觉得应该也是时候我可以跟老板讲说可不可以加薪。我就在想说，如果说这2个选项有一个成立也都可以。然后另外我还求一个见证，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要结婚，她好开心，她到处去跟人家介绍她的未婚夫，然后到处告诉人家她要结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是只有压力？所以我是跟神求说，我希望我有结婚那个喜悦。然后第3个就是很常规的，会有一个弟兄比我早几个礼拜，好像不到1个月递的文件，他早我半年早就拿到绿卡了，所以我很希望说我的绿卡也能够下来。所以我那时候是希望说神在3个月里头能够让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成就。那有什么印证被实现了吗？因为 Eric 的工作，他们公司要调到外州去，所以如果不跟公司一起relocate到外州的话，他们就没了工作。不过他们的公司就是蛮好的，就是有 offer 他们一个找工作的训练，为期1个礼拜。那一周前几天有去一家公司 interview， 然后那家公司给了他 offer， 就是他想要转过去的那个 field， 而且最主要的他居然加薪了。那第一个印证就实现了。可是其实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里头，有一天我到公司的时候，我看到一群人就聚集在那边，好严肃在那边讲话，我还凑过去问他们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告诉我说今天公司会有一个 lay off， 然后我没有想到我就被叫进去了，我就被 lay off 了。那其实被 lay off 的时候，他们大家都要安慰我，然后我的隔壁 cubicle 的同事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用安慰他，因为他一点都不难过。那其实我那时候的心里头，我真的不难过，因为我自己跟神求的印证啊。那其实神让我被 lay off， 其实我 lay off 的话，事实上，那我可能也没办法办绿卡了，我搞不好很快就要离开美国了。在那个时间点里头，其实我只觉得发生很多事情，但不是说第一个印证就被应验的。Eric 那时候他拿到那个新的工作，就在2个礼拜之后才上班，所以从他那边的心态里头，他其实是蛮开心的。他就邀请我，有工作有老婆，他不知道老婆快不见了，不知道。然后他就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度假去玩。可是那时候我的心态，因为他不知道我求的是什么印证，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态是在想说，那就跟他去好了，因为我工作没了嘛，再下来怎么留下来？所以我就想说，就跟他出去玩。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出去玩的那一天晚上回到了家，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晚上11点多的电话。其实就算是现在，很少人11点多会给你打电话。那天刚好我们一进门之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接听了之后，才发现是我的老板打电话给我。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在那个公司有2个老板，一个是比较好的老板，一个是比较凶悍的老板。那个凶悍的老板就趁这个好的老板到上海出差的时候，把我给 lay off 了。这个比较好的老板就跟我讲，他说你可不可以回来上班？我吓了一跳，我想说坏老板对我有多么的不爽，你趁这个好老板不在的时候把我给 lay off 了。我就跟他讲说不要。
这个老板对我那么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我帮你换老板。那感觉上他在帮我解决问题，可是我心里就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我不是在跟神求印证吗？如果这一切是神安排的话，我宁愿顺服神的安排。所以我跟他讲说不要。结果没有想到他后来的一句话，我整个都傻了，因为他跟我讲说，那我帮你加薪，出的条件是帮我加了30% 的薪，因为现在 Silicon Valley 是年度review 大概只有3到5%，他一次帮我加30%，我突然发现我的那个印证实现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说，我的第一个印证，我希望 Eric 换工作成功，我希望我加薪成功，结果我们2个是都被公司 lay off 之后才发生的。神开的路真的是很奇怪。所以原本你第一个印证是 Eric 或者你，但是最终是你们2个都被实现了，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神，可能觉得我的信心很小吧。已经几个印证实现了？现在是其实是一个。那其他印证有陆续实现吗？那个时间点，我也是在听我们牧师的话，就是说比较 slow down， 就是我跟他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搬到旧金山机场附近去住。我希望说，就是让我自己能够比较沉淀一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只有 weekend 会回到 local。我记得有一次回来的时候，那时候 Eric 刚买完新房子嘛，那他希望我帮他安装电话。那结果那一次我在他家吃饭的时候，那电话就突然响起来 ，Eric 就跟我讲，他说你负责安装这个电话真的是效果很不好，一天到晚电话拿起来都没声音。当下还有点不高兴，跟他讲说这是电话公司的事，跟我安装电话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间点电话响了嘛 ，Eric 一拿起来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又没有声音了。”然后我在旁边，我就觉得，就怎么可能？我就说我来听听看。那因为我讲话了嘛，另外电话的一头就开始回答 Eric。那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 ex， 他去告诉我的同学说他要重新追求我。那我的同学告诉他说 ，Sophia 已经订婚了，你不知道吗？所以他就想来打这个电话来求印证 ，make sure 我真的是订婚了。然后每次刚好我都不在，所以他听到是 Eric 就不说话了。就那天他听到我的声音在那边的时候，所以他就说话了。他跟 Eric 讲说：“我不知道你已经订婚了，我以后不会再打扰 Sophia 了。”就这么轻易的放手了。对呀、Eric 怎么办？他看着你跟前男友这么联系。对啊，如果是你会怎样？肯定会生气吧？为什么啊？我认为他会生气，我想说完蛋了，被抓包了。紧张吗？对啊，我坐在那边，其实我蛮紧张的。结果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Eric 的反应，他就走过来，就坐到我旁边，然后他就拍拍我，他说：“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难过吼。”其实我是很惊吓。他跟我讲说：“你看你的前男友做这么 stupid 的事情，你一定很伤心很难过。”说真的，那一下子我真的觉得说，哎，怎么有一个先生或者男朋友也好，能够这么像个大哥哥一样，那么体恤你的心情，然后能够这样的安慰你，太包容了。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有改善吗？有起到作用吗？也有起到作用了，因为那男的就不巴得我了。我被调到另外一个 location， 很自然的我就看不到在追求我的那个同事嘛。然后我后来换的那个老板是个基督徒，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所以这时候前男友和同事都退场了。我本来有3个选择，就变成没有选择。我只有第一个印证实现了嘛。其实我也开始真的在面对我自己的内心，我真的喜欢 Eric 嘛。住在外面的那段日子，就是常常读经祷告，然后我也看到神一直希望我能够等。那时候已经过了3个月了，只有第一个印证是实现的嘛。那结果有一天礼拜一大早的时候，我就开车到那个旧金山机场附近上班。然后那天很特别，那天就下大雨。
就突然下得很大。然后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是突然前面一部车紧急刹车，那时候真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刹住了。我本来还觉得哇，好庆幸没有撞到前面，那没想到我后面那部车刹不住，他就撞上了我，然后他把我往那个快速车道，就是 carpool lane 那边推过去。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的害怕，如果那个 carpool lane 后面有任何车撞过来的话，我很可能拦腰就会被撞上。结果还好那里没有，我还本来松了一口气，可是因为那个后面的撞击力太大了，我整个往前追撞了3部车，所以总共我们5部车撞在一起，我是 impact 最大的，因为我是第一部车被撞的。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人生还有比什么性命更重要吗？如果一不小心真的命就都没了。后来警察也来了，就处理很多事情之后，我后来有机会我就打电话给 Eric， 其实他的反应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今天雨好大，然后他就说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刹住了，对方没刹住，然后他也跟我讲对，然后我跟他讲说警察都来了，他也跟我讲对。之前他好像就是很关心我啊，那为什么我现在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好像事不关己的事情，他就好像在应付我一样，就对敷衍你，对，机器人一样。那我本来很生气，结果他后来居然又讲了一句话，真的是吓到我了。他跟我讲，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出车祸？他也出车祸了，所以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就跟他约好，因为我们2个都没有出过车祸嘛，也没有报过那个insurance，所以我就跟 Eric 讲说，那我们回家，然后一起处理后面的事情。我觉得很感动我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2个回到家之后，我们就一起跪在地上祷告。然后在那个点的时候，我就突然真的是彻底的感动到，有什么事情会比你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你有一个属灵的伴侣陪着你一起祷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的婚姻感情谈的都是风花雪月，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属灵的伴侣一辈子陪你走过这些人生的高高低低，我觉得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而且我也很感谢我存活了。结果那个时间点之后，我就突然觉得神都有办法用这样的剧码让我去感受到，而且我也真的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然后我再回想说我的加薪，居然是2个人一起被 lay off， 你说谁可以做这样的剧本呢？所以在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很想嫁给他，我好怕他会跑掉。所以第2个印证也实现了。对，后来我就去跟我牧师讲嘛，然后牧师就跟我讲说，哇，很好啊，你该嫁了啊。然后我就跟我牧师讲说不行，还有第3个印证。然后牧师就跟我讲说，什么第3个印证？绿卡，你嫁给他不就有绿卡了？所以就真的决定要跟他结婚了。对啊，那个我被害再回去的时候，我的绿卡就继续办。所以我真的觉得神很奇妙，真的是很奇妙。对，后来是我还是工作拿到绿卡。所以其实第3个印证也实现了。那你们怎么筹备婚礼呢？我跟 Eric 去参加一个团契的一个 vacation house 的 program， 然后那次他们就问我说，你们哪时候要办婚礼？我就说，我们需要计划啊，要筹备啊，可能要很费时啊。结果当下所有的弟兄姐妹就跟我们讲，你当什么，就全部包办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去办婚礼了。都是弟兄姐妹的帮忙。结婚顺利在一起，现在大概多少年了呢？20好多年了。那20多年有什么心得想分享一下？其实我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愿意把过去的这一段经历跟大家分享啊。我也是希望说，我们这婚姻是很长久，因为其实
常常看到电视上那种童话般的婚姻，可是过几年之后，你也听到一些很负面的新闻。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婚姻里头一些拌嘴啊、吵架啊、意见不合啊，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后我也在看说我的婚姻是不是可以维持那么久。那每次我心里是很生气的时候，我只要想到神给我的这些印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什么锅配什么盖，就只有他最适合我。这么多年来，说真的，我一直很感激一件事情，就是 Eric 的圣经知识很熟悉嘛。那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不仅是好配偶，然后我们也是好同工，然后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们两个都在教会一起同心的服侍，所以我们的话题从来没有断过。很多的中年夫妻可能讲的都只是孩子，除了孩子就没有话题。可是我们两个随时都可以讲，有各种不同的话题可以讲。神在圣经里头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啊，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是真的有道理的。而且还有一点，我想到上一次的分享里头，我有讲过，我那时候在看那些小姐妹们在讲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时候，我还嗤笑他们。其实我觉得神创造的本意真的是这样，是希望能够让你的配偶来疼你的。那你对那种就是结婚前对感情还很犹豫、想不清的人，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非常encourage那个婚姻辅导，因为其实婚姻辅导真的可以挖出你很多的事情来。我觉得我跟 Eric 在经历这个婚姻辅导，其实我们两个都是非常的诚实。教会的婚姻辅导一般是要求大概3到4次，那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个 extra 的 job， 觉得好像我要通过这个才可以走到这边。其实是教会在帮助你认识你的配偶。我们其实在婚姻辅导我们做了1年多，那我也很感谢我的牧师陪伴我们走1年多。我记得他在我们的证婚的时候，他讲说他从来不知道婚姻辅导可以 last for a year， 那个之前就是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go through那些问题，变成让我们结婚以后我们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真的应该要去做婚姻辅导。你们当时被牧师劝分手是什么心情呢？这个也是我没有 expected 到的。那我也常想一件事情说，两个不同家庭长大的小孩，对，要结婚，然后这个中间的差异是在婚前去了解、去明白，还是在婚后去适应等等的。那或许我这个过程就应该在婚前。当你知道同事居然是竞争对手，什么心情？那时候应该是比较后面的这样子啊。那我在想说，以前我追他还挺辛苦的每次要去约会之前就跟神祷告一下，如果说这是神允许的，这条路一定走得到，对吧？那我也就这样去约会了。那每次回来也是这个伤痕累累不是被嫌这个就被嫌那个等等这些。本身我也觉得我也不是那种高富帅，那个非常好的条件，马上就一下就很吸引人的这样子。所以如果在比较早之前的话呢，那我可能会觉得很 sad。但是有些经历之后呢，那我就觉得说，如果神所应许的，那我应该会走掉那条路。那走掉那条路就变成是我的印证，是我如果走到这条路，前面这些难处是怎么样能够走得过，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当你和 Sophia 前任通话，是怎么做到这么平静的？我觉得somehow也是神在我心中有个感动，不应该照血气的方式来去面对，来去处理这个。那我还是觉得，如果说是神所应许的这一位，那他就该是
人应该拆散不掉。所以我再去面对这个的时候，我只觉得说，神帮我打赢了这个仗。来，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不应该再带着像嫉妒或者带着像愤怒而反而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态跟这人提一样。为什么会决定婚前给予房屋产权呢？ even 连那个卖我房子的 broker 跟贷款的 financial 的人讲说万一他们错了，那这个房子贷款怎么办？还会往下走吗？对，那我也是要笑笑。我还是觉得神所配的人分不开，我还是笃定说，今天如果说是这个婚姻是神允许的，神应该会去祝福他。那我就是凭着这个信心往前走。那这个前面所要经历的，就会变成是我们在婚姻上面的经历。有什么恋爱建议给自己的孩子吗？我只会给那个忠告就是说婚姻是神所预备的。那如果人希望能够承受神在婚姻上面的祝福，那 better follow 神的心意去 find out 那个 Mr. Right 是谁。因为像现在的社会道德很脆弱，那个应许也很薄弱。我们常常看家里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代表说这个婚姻呢，是神 on the top of it， 神的保守也神的祝福在里面。那如果说你羡慕神设立这个婚姻，羡慕这个神在婚姻上面所带来一个祝福，那 better 走神的心意，那也要好好的为自己的婚姻祷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在婚姻上。